欢迎收看《运动 DNA》，一起来聊聊运动教后门事。大家好，我是小杰，我是真如。如果说运动员是在场上写故事的人，那今天的来宾就是把故事带回来给大家的人。当球迷为绝杀球疯狂呐喊时，他在记录那滴汗水背后的代价；当冠军杯被高举时，他在追问那些没被看见的失败。今天我们邀请到常年站在运动场上第一排，见证许多运动员从无名到传奇，哇赛的共同创办人杨玉兴，欢迎玉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玉兴。然后梁主任真的还是很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因为我也先说很不好意思，因为过去已经食言了大概2-3次，因为真的太忙了，抱歉，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不要结巴，不要结巴，放轻松就好。对，其实玉兴刚才才聊说，他还是我们忠实听众。其实今天这样聊起来有点，你知道，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然后突然就自己的朋友是忠实听众。从他在采访我，变我在采访。这个不一样真的。今天对，那感觉难得的机会，就像讲的，我们对不对？这么多邀请这么多次，终于邀请到了。那我想说，一开始啊，也请玉兴跟我们所有运动 DNA 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你在你的生涯之中，其实站上蛮多的运动场上。那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是哪一个赛事，或是运动员让你印象最深刻？其实我们不太算是站在场上，我们还是站在场边。哦，对，我们是可能到最后比赛结束的时候才会进场内这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因为这10几年来，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每一场比赛我都觉得印象都很深刻。那我觉得现在只能说我最近一次印象最深刻就是新北国际田径公开赛。因为它刚结束，然后那天我之前讲，那天下了大雨，滂沱大雨，然后对，就是有一个跳高选手，女子跳高选手叫张乔英，然后她好不容易就是那天下大雨，然后她比赛的时候稍微雨小一点，然后跳垫上都是雨水，然后她终于跳过她，突破她个人最佳，然后达到名古屋亚运标准1公尺83的时候，她砰下去的时候水花溅起来。然后他整个直接爆哭，已经分不清楚是雨水还是泪水，这边哭，然后横杆没有掉下来，然后他就一直哭，然后后来他起身之后，然后反正就开始跟他聊，跟他访问。但其实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在5年前的时候，他跳1公尺82的时候，他上一个个人最佳的时候，就是在同样的场地，然后那时候我也在，然后我也跟他聊，然后可他这一低潮这一个坎就走了5年，等了5年才突破了这个坎，然后达到了名古屋亚运标准。然后后来他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觉得他跟我聊一个，就是他说，因为我就问他说，到底这个低潮怎么熬过来的？然后他说，其实没有任何方法。他说有时候可能就是会类似像跳高失忆症的东西，他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就是按照常的训练、照常的比赛，然后让时间慢慢去走。那他就跟我讲一下，就或许有时候真的时间就是最好的解药，然后这样才慢慢走出低潮来。这样一走，差那个你说1米83到1米82到83，但走了5年，大二都变硕二，对，大二都变硕二。不过对啊，我真的觉得这刚刚形容的超有那种很有 Netflix 感哎，就是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就是他是真的很辛苦的一个选手。那我想你在旁边应该心有戚戚焉吧？所以他那时候哭的那一瞬间，我就立刻去想到就是。哇，5年前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就会去想说，为什么这个画面我觉得好像有点熟悉？对，然后我想因为5年前的时候我写他的时候，就是同样的场地，只是他在青年杯，他是另外一场比赛。哇塞，那我真的觉得今天有很多的故事可以挖哦。对，那我不知道的，一开始除了刚刚你分享这个啊，那你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进这个运动圈的吗？然后跟你想象中有什么样的差异不同？就是因为先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自己，我介绍一下，我是杨云兴，然后我不是本科系毕业，我是辅大法律系毕业。对，我现在知道，我不是大众传播科系毕业，今天的历史公考律师，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但是我那时候先讲一下为什么是念法律系，因为我那时候想当法律系，原因是因为我想当运动经纪人。但因为在我30多年前，那个时候台湾运动经济这个产业应该是0，对，基本上没有啊，其他都是随家人啊或怎么当运动经济这样而已。所以那时候我就傻，然后就因为受到杰瑞马奎尔的影响，对，然后所以就是，然后还那时候傻就去查，因为高中的时候网络还是拨接网络嘛，就那种滴那种，然后上网去查，国外的运动经纪人都是律师、精算师相关证照经验，好，然后所以要填法律系，我就填法律系。
然后就这样读了法律系，然后就一定法律系第1年的时候跟班导，那时候在班导就会跟每个同学都会去询问未来想要做什么，是，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的梦想跟想法，然后班导第一时间就说你疯了吗？你在讲什么？不一样？对，你在讲什么？因为全班没有一个人是跟我一样嘛，然后他觉得你在干嘛？你在想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可能当书记官啊、司法官、律师什么，大家都是这个梦想，然后就我一个就是傻傻这边讲，然后班导后来就很认真跟我说，你要不要考虑转系或者是转学啊？他就很认真跟我分析，然后后来我以后想想看，没关系，我还是这样慢慢走下去啊。所以你真的把它念完了？我把法律系念完，对。哇！但是法律系念完还是很辛苦，但因为自己不是所谓国考的料，然后所以就还是慢慢就等到替代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去旁听很多课程，因为那辅大我还蛮庆幸我念辅大，因为辅大有很好的新闻系，那时候我去旁听新闻系的课，然后也听就是运动相关的一些管理学的课，然后所以就是听这些东西。就算是收获蛮多，然后有到外校去旁听，然后所以就是去听很多运动的东西，然后后来就是慢慢想说，那就试看看做运动传播媒体这一块，然后就反正就替代一手就开始投履历，然后到处碰壁，因为那个年代毕竟还没有太接受所谓的就是非相关本科系的人进入这个产业，然后我也投过这里未来体育对，但是我很庆幸，那时候就是我进到第2关。对，那时候有进到第2关，就是有到面试那个部分，然后就是到上主播台，然后那时就发，原来未来真的没有读稿机啊！那时候原来传说是真的，对，就第一次知道。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各种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尝试很多履历各方面。然后后来是到2007年9月的时候，因为联合报大规模招考，然后我很幸运的考上了联合报，然后也很幸运的分发到，因为还是要填志愿。就是各组，然后从运气很好，还是分发到体育组，然后培训1个月之后，然后就顺利到体育组开始上班。对，所以当初也是一波多折，就是还蛮刺激的。我觉得蛮励志的啊，就跟很多运动员一样啊，不是吗？你不是说，就像我们上一集我放那个郑昌马琼啊，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你知道在澎湖，然后也不是一开始我就想大联盟，然后可能每个人都有故事嘛。像我们就很像，我也是因为那个 Jerry Maguire 就觉得对运动，然后很有的期盼跟或憧憬这样子。对啊，那我不知道在这个的话，你觉得你进入了这一个圈子之后啊，那你有保持什么样的初心吗？初衷？我觉得我进到联合报体育组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觉得那时候我一直在撞墙，因为我毕竟真的不是本科系，所以我一直在试。就常我觉得那个年代是报纸的年代。我这样说啊，就是你可能今天你写完稿之后，事实上你可能一条稿都不会上的那种。对，真的就是你要那个总编要，因为就是长官会去审稿嘛，他会觉得你今天稿子都不行。像我可能今天到 HBO 的赛场，我可能一口气写了3条稿子，3条都交回去了，然后自己觉得写3条稿写不错啊，应该可以机会吧，然后就见报之后只剩下表格分数的表格。对，杨玉兴制表这样子，对，然后或者其他那种写 NBA 外电的时候，就可能那边写 NBA 外电，觉得，我找的梗不错啊，外电翻译，我觉得那边外电很有故事，然后就出来之后，结果外电就是可能会跟其他前辈并，然后最后明明整篇都不是我写，我就记者跟叉，然后杨玉兴综合报道，综合外电报道这样子，然后可能最后留一个笔数，可能什么黄蜂大胜超音速。对，那是我写，就那一句是我写的，对，但就只能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摸索跟撞墙，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但那3个月，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试用期3个月，然后那3个月其实就一直有很多，我觉得就是职场会有所谓的贵人跟逆贵人，就是当然有很照顾我的前辈，就是鼓励我，就是叫我不要灰心嘛，就是继续踹，一直去试。当然也有逆贵人，逆贵人就是会很严厉的一直督促你，就一直觉得说你的稿子为什么不行，到底知不知道？你既然不知道，那你到底在干嘛？对，你可不可以自己多看？然后他们就鼓励我就多看其他家的写法，其他报纸的写法，跟其他你到现场去，除了去观察选手跟想要你写的东西之外，去观察到底其他前辈在干嘛。他们就告诉我这些东西，然后我慢慢去了解说，就是整个体育的生态跟状况，真的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初心，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所谓的初心，就是我只是想说我想要努力的活下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概念。对，然后所以那个初心会有点像是说慢慢去转变，慢慢成长，就是到后来慢慢会觉得说，我好像默默可以去帮一些选手、运动员，就是可能到1、2年之后，慢慢可以去帮一些人做一些事情，或是帮这个产业，或是帮整个圈子去慢慢去推一些东西出来，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到后来才慢慢磨出来的。那像刚讲啊，就是你就是看比赛写稿嘛，那可是这么长时间，像已经待10几年了嘛，你对这份职业现在有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看法？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其实时代就是变得非常的多，因为像我们现在自己也开公司，就开哇塞，跟我另外2个 partner， 然后现在一个 partner 离开，现在跟世宏，我们一块现在努力撑着哇塞这个品牌。那我会觉得现在时代很不一样，就是现在记者真的很辛苦，比如跟我们那时候刚进来入行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以前我们刚入行那时候，可能就是为了报纸这个报版，可能顶多好1个版，那你可能今天每分配到顶多2到3条。假设如果稿量来讲的话，那可能在这2000字以内。是。可是现在的记者可能不是，现在的记者可能从早忙到晚，他们可能一天要喷大概10条到15条，这么多即时新闻，对。哇，难怪现在社群有些，所以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错字或怎么会这么变那么多？对，就是原因，这个原因。那当然一条可能跟那时候我们植入长短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可能一条稿大概500-600字吧，那他们现在可能在300-400字，当然还是有落差。可是问题是它的稿量还是会很杂，因为你可能就是不是只有写篮球，你可能要写很多。当然那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也是要写很多种运动，可是现在更杂，你可能会你可能等一下就是像我举例昨天发生超多事情。现在有世界杯，对，然后又有那个女排的亚洲杯，对，然后还有 F1， 如果要写 F1， 对，然后更不用说还有那个3北游生差点完全比赛，对，各种，然后更不用说接下来还有大联盟的部分是那个我们的选手又回大联盟了，对，然后还有又上一军的，日职那边的，然后还有各式各样其他各种不同的路线，对，然后更不用说还有普拉斯利那边还有总冠军赛，就还有各式各样的赛事，一路这样进行下来。对，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你要去处理去写。然后我觉得以现在来讲，就是现在记者真的是普遍来讲真的很辛苦了。然后我会觉得，那你说就是怎么说这个职业的转换呢？只能说我们现在我自己开公司下来，我们很努力去让它变得是我们想要变的样子。因为我们当初就是想要跳脱即时新闻的部分，就我们不想要。就是新闻就是这么浅，可能今天几比几，谁赢谁输，结束。对，但我们不想要这样，我们还是想要多报一些就是运动员比较深度的故事，像就是好，假设今天可能像有时候一些比赛，可能这个运动员输了，可他是输在哪里，或是他输了之后他接下来，因为不是输了，他代表他这课就结束了，当然可能还没有退休或者干嘛，那他明年他可以做什么准备再回来。对，或是这种状态，你讲就像我旁边的这位仁兄，今年输了，他明年可以怎么回来？故事再继续延伸嘛。对，那讲到因为哇塞，其实就像玉兴你刚刚提到，就是深度的报道嘛。但其实这样子从开业到现在，其实也蛮多年的。我记得我们是2017，对，快10年了嘛。那从以前跟现在比，应该也会有所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里？我觉得我们那时候2017年刚创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因为确实是因为有点疯狂才出来创业，是因为兵就是笨蛋才出来创业，就有点冲动，对，有点笨蛋，对，这就是，但也感谢，因为前面刚好也有前辈，因为有些就是很感谢那时候有 Farmers 就是徐老板他们走在前面，然后我们看到说，应该是不会饿死了，对，其实有他们这样的往前走之后，然后我们也就这样2017出来创业。那创业了之后，我们就很努力去想说，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很疯狂的原因就是说，我们1个礼拜做一个新奇人物。就1个礼拜做一个深度的故事，对，然后就是做了整整1年，所以我们做了50几个人物的专题深度故事。我觉得那时候蛮疯狂的，真的是很疯狂，就是一直这样去努力去踹，然后慢慢算建立一个品牌的声量出来。然后到现在当然是我们今天努力，就是为了要努力去活着，所以我们去更多一些不管协会合作也好，或是一些各方面去做一些推广运动的部分也好，对，只能这样，或者说时代的演变大概会变成这样，所以这10年走下来是这样。就慢慢的就是从原有的热情，但热情的支撑还是回到现实，必须要商业啦。是，这我想对，因为我们运动 DNA 其实未来慢慢的应该也是会走这条路啦。那讲到这个的话，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因为就像你刚刚这10几年来访问了，无论大大小小赛事啊、运动员啊，包含。因为我们蛮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运动 DNA 的朋友，无论是家长或是学生运动员，那不晓得像你在访问运动员的时候，之前你都会做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我一直以来在我以前最早在当联合报文字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网络还没那么发达 ，Google 还没那么厉害，然后所以我们会去问很多前辈，问很多教练，就是问很多可能。或是各种去了解他可以有他的资料的东西，就是去知道说他的背景啊，他的脉络，然后当然就是最好的，当然最多就是也会去问他的家人，
就如果他家人有在的话，有在现场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问他家人，先去了解这个选手的一些个性、性格，然后怎么样。那如果是现在的状况来讲，当然现在 Google 很方便，你很快这边你找这个选手的名字打下去 ，key 出来哦，他有 IG， 那你可以稍微看他 IG 社群，对，哎，还蛮活泼的，那应该是还可以讲，对，还算可以讲话吧，应该是这样，就会去想，然后会去问教练，然后会去看他或者从他 IG 生活看一下，哦，他喜欢什么东西，哦，他喜欢动漫，哦，或者他喜欢说，哦，那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跟他聊，跟他切点，去用这样方式让他去不要那么的紧张，就会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收集各种的资料，去准备跟这个人聊天的部分。对，哦，所以访问就是你把它当聊天这样。我们会把它当聊天，基本上我们不会太严肃的去看待说，就是那当然也有啊，也有很严肃，也有专访这种很严肃，我们是会先你要访纲，这当然是会有。可是我说，如果是像平常的话，比如说比赛后赛后这种的话，我们会是这样的模式。哦，那这样的话，我也好奇是说，其实访问那么多啊，我也想针对这一题。那有没有你过往故事？其实，在访一访之后，你觉得哇，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个这位女性运动员，她从这个1.82米走到1.83米，走了5年，在当下你也心有戚戚，甚至于会不会让你事后哇躲起来大哭那种故事？其实我还蛮爱哭的，我自己对我自己很承认我蛮爱哭，就是因为我觉得每次到很多运动赛会来讲，就是你看到，因为也某部分来讲，可能因为我们跟这些运动员就是很长时间跟他们在一块，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到底多么的辛苦，多么的干嘛，或者是各种状况。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大概就是好在2024小戴的最后一舞，对，我们小戴最后一舞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他最后那一场球，就是基本上他已经跑不太动了，已经很知道他的脚伤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在他出发之前就已经知道他脚伤的状况真的是状态不好，状态不是很理想，对，然后就是很辛苦，然后去看他很拼命的还是想完成这个比赛，然后就当下那时候我们在上面，因为那时候我还是自己带相机去记录嘛，那时候我在拍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哭了，就是可是在从那就开始流泪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走到就是奥运会所谓的混合采访区，就是所谓选手会经过那边，然后我们来这边做采访，然后在走到混合采访区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收拾自己的情绪，因为接下来要面对小戴，就是你不能这种哭的小戴怎么样的，虽然认识也不要这样子，对，不能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是要保持自己的情绪就是很平静，然后去跟他聊，但他一走过来。我们只是开口跟他讲第一句小戴辛苦了，然后就砰，他直接哭了，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进去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跟他慢慢聊，对，就把该做的还是要做完，对不对？然后也有过那种就是我们当下访问的时候，像杭州亚运的时候，我印象蛮深刻，就是杨和珍，滑轮溜冰杨和珍，那时候他也是最后一舞，他最后一场比赛。然后那时候因为跟杨和珍，因为会跟他聊到哭，原因这边都跟他聊他的教练的故事，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有一点就是他跟他教练很像是。他教练很像另外一个爸爸的概念，就是各种刁难啊，那种你知道，就家长就很严格对他干嘛，然后他有时候觉得啊好烦啊，不要来跟我讲话那种，对，所以那时候跟他聊，然后说聊的时候，然后当下我们其实没什么那么多情绪，我反正是后来在整理录音档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我是坐在就是这种，因为亚奥运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坐接驳车，就是交通接驳车要移动来移动去，然后我在接驳车上面听，然后就突然为什么开始哭了，然后就听对我开始哭了，然后就不对，然后就开始爆哭。因为我觉得，因为杨真讲到一些，就是会让我去想到说，其实我爸妈也是这样对待我，就是会去想到一些这种感受的部分，就觉得哇，其实蛮有共感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不知不觉就哭了。对。那刚刚讲到这些啊，就是访问嘛，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啊，访问也是对啊，就跟我们可以很 match 这样聊天，也是一个技术。然后也是一个功力，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去，就是慢慢的让，比如说我们被受访的这些运动员啊，然后可以很愿意的去跟你分享自己的很多的故事，因为有些可能一过来我就先有点防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但是我一直觉得我跟我其他同业的前辈或是同业人，我的其实聊天技术我没有点很满。就我的技能没有点得很好，在这方面我自己很诚实说，因为我不算一个非常会聊天的记者，我觉得我自己还不算是。那我会觉得就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对我自己而言，我可能就是先做到，我会觉得就是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来，就是先至少是尊重这个选手，然后跟这选手建立一定的信任感，这是很必要的。那这个建立的信任感，可能就是从你至少很常到现场，你至少让这个选手知道。
哦，你是记者，哦哪一家的？哦，你这，然后你问问题嘛，然后说哦，这记者问的问题好像没有太蠢啊，大概是这样。对，你会让他建立一种就是你今天赢了开心吗？对，赢了当然开心。你今天输球难过吗？对，这问我什么？对，就你要跟他建立这个，算是建立一种，他会觉得说哦，你这个记者问的哦还可以，就是哦你哪一家，然后隔天出来写的报道，哦好像没有乱写哦，好像还可以，然后就慢慢跟他有一点就是一点的关系这样累积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有点像 WBC 那时候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嘛，你不能在他赢的时候你才很喜欢他们，对，一样支持他们，在赢球的时候才喜欢他，棒球，对，就是一样的道理。那对我们而言，我们也是不能在运动员只有在赢的时候我们才去关心他，我们反正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在他输的时候也好，或者可能表现不好的时候，那可能这时候我们就会主动去跟他聊天，还是去跟他聊天。当然，也许不，有时候可能不会写成报道。但有时候还是会去跟他聊说，可能你就是因为哪里表现不好，为什么会去跟他指导一下？不过你讲到这个像朋友啊，其实像过往我曾经我们在待过品牌嘛，我常开玩笑就是，除了运动行销部跟运动员其实就息息相关以外，另外一个其实就像记者，你刚刚讲到的信任，我其实还蛮有就是感觉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运动员其实蛮单纯的。对，不是说好骗啊，是蛮单纯的。他喜欢你不喜欢你，其实都会有原因，但是不会很故意一开始第一次跟你碰面就讨厌你。但是我觉得像举例，好比说像我跟正如，对，虽然不同品牌，可我们至少保有一个，我觉得礼貌尊重，不会因为说啊你今天是他牌的，我就算了，反正我签不到你，我就不理你。我们还是会嘻嘻哈哈。还是会打打闹闹，甚至于像你刚刚讲到有些信任，包含他结婚，人生重要，我还是参加，是不是？我觉得就是也是建立一个信任感啊。那我觉得回到这个工作上啊，我想说，因为运动电的朋友也会很好奇，是在你参加过，其实刚刚讲到亚运、奥运，然后又有什么全国运动会，然后像刚刚结束的新北田径，然后甚至于基层的，刚刚讲到的 HBL。对，我不晓得说这样的赛事有不同，像我以前待在品牌，我们那种活动的层级有差别，当然我们就会准备的工作或是时间不一样。那我也想说，趁这个机会跟我们的运动第二朋友们分享一下，那这个不同的赛事你怎么样？有哪一些相同的准备工作或不同的准备工作？我觉得其实两边的准备工作其实都会蛮像，我觉得都是我觉得跟运动员很像，就是你都是日常累积出来的。是，就是如果是亚奥运的话，那更是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不是说你今天我明天就要去奥运，然后就买完机票订完房间出发，不是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就是平常你就是要一定的去累积，因为亚奥运的选手通常拿到亚运的国手不会是突然间蹦出来的。也是有啦，也是有这样的少数的例子，还是会有，但是大部分都是经历过一些可能他今天可能在哪个地方他拿到门票了，或哪个地方达标了，或他一定会有先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先知道这个选手的一些背景，那你就会去准备这个选手的故事或干嘛。那你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以现在的时代跟以前我在联合报那个时代准备工作，我觉得落差更大。因为以前我在联合报准备工作的时候，因为以前那个时候的国家训练中心还没有法人化，就是还没有归，现在是归运动部管嘛。然后以前是就是一般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还没有一个算是也是归体育署管，但它并不是一个正式法人化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你要进去相对容易一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写采访计划，就跟自己的长官去聊，那我们可能就下去去 long stay， 直接可能 long stay 1个礼拜，那你那1个礼拜就是跟很多代表队去跟他们一块看他们训练。聊天，然后认识教练、认识选手，是这样一整个礼拜下来，然后你当然就可以更知道他们的一些故事跟背景，对，认识那个年代准备。然后，但我这个准备工作就是因为到时候可能这些准备东西的故事，你可能是到现场的时候，因为亚奥运以奥运来讲，通常都会有时差，当然除了北京奥运那时候例外，然后东京奥运还是有一个小时时差。可是问题是那些时差的部分，像我那时候是伦敦奥运准备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因为报社那时候报纸有所谓的降版的压力，就是所谓截稿了，就截稿时间，你可能假设今天是台湾时间11点截稿，那伦敦时间的时候应该是随便，反正就假设也是一个时间，有时差就对。然后那你可能就要在那个时间点，你可能今天不是写个简单的，可能就假设说谁拿下了，那时候刚好许淑净，然后那时候许淑净对，他那时候拿到了好成绩这样子，写完之后，可是为什么还有其他稿子要去填？因为是一整个版面的故事，对。那其他故事就是在这个时候之前就已经全部写完了，那时候就直接上去了，对，就只有整个比赛稿是在那个时候出来。
对，那时候可能是这样的模式。可是以现在的即时新闻的概念来讲，就可能不太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可能有更多可能是当下发生的事情，又或是其他，包括现在大家可能爱写的网友的反应，对，就可能即时新闻就会已经变得时代就是很不一样，他们的切点切稿方向就会跟我们那时候准备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国训后来也法人化之后，它也会有所谓的媒体日来服务媒体。对，然后所以就是借由媒体日去认识选手跟教练，那样的准备工作变成是这样的方式。然后以前看可能是跟选手教练留 MSN，现在看就是对，可能就是把年代那可能就是现在就是跟选手换个赖啊，或者 IG 追踪互相 follow 一下，对，就会变成是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对方怎么样状况，就准备工作差很多。那我会觉得回到就是另外就是说基层比赛的部分的准备工作，我觉得反正基层准备工作是更要费很多心力。怎么说？因为你不认识这些人。对，所以我才会讲说，你的准备工作变的是你一到现场，你就赶快去跟教练聊天，你要去可能教练跟我聊天完之后，他说他的老爸可能在那边或是干嘛，你可能就跟他聊一下。对，反正准备工作都是很快很当下即时。那你要很灵机应变。对，就是很快当下就会去聊，会是这样的模式，就会跟亚奥运不太一样。亚奥运就是可能一累积这样下来，可是很多基层比赛那种，就是你可能就去聊说，他家人有来看他家人可能是屏东上来，或可能从金门、澎湖或哪里过来，然后就赶快去聊，因为一定有故事嘛，就去聊这种东西，对啊，会是这样的方式。那有没有想要问一个比较特别，有没有因为你很想报道事实，就是事实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些故事就是会被写出来嘛，可是反而可能大家的感受或什么，或者本人的感受没有那么好，然后被讨厌啊，或者是为什么你要写这个东西的感觉？